这一集分享零成本存股，实战第14集，股票代码2548，华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从基本面来看，华固建设过往持续保持稳健的财务表现，年年都能稳稳配发5到7元以上的股利。认真观察后，不难发现，华固具有长期稳定获利的能力，值得我们纳入投资组合当中。2023年持股至今已经有不错的表现，虽然资金配比能够买的股数不多，但有赚钱就值得开心。我们先看对账单，我的投资日期是2023年7月6日，华固入手成本是90元，下星期6月21日即将除权息，我会参与除权息。今年股利预计配发 8.5 元，以90元成本价来计算，殖利率是 9.44%。倘若我们一除权就把除权的100股卖掉，可以收回大概15600元的现金，持股一样维持在1000股的话，现金殖利率将达到 25.67%。从这个方面来想，真的是蛮棒的一件事。华固从2010年到2019年，已经连10年配发5以上的股利，即使是2015年上证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战股市大跌，华固的配息也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股利对纯股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金流来源。我们用股利配发是否稳定来初步筛选公司，并且特别看公司遭遇股灾冲击时，是否能继续的配发现金股利，就可以判断公司获利是否为货真价实。透过华固的股利配发状况可以得知，华固建设的获利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符合我们存股心法进可攻退可守的存股策略。华固过往的股价一向稳如泰山，涨幅跟 AI 股、重电、水资源等是无法相比的，但今年4月跟上花莲地震重建题材，营建股大爆发。对于我这种拥有耐心、愿意长期持股的投资朋友来说，不仅仅是可以稳稳的领股利，领到零成本，而且幸运跟上这波涨幅，还赚到了价差，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为什么要买华固？因为华固符合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我们方才提到，华固这间公司，只要有赚钱都愿意回馈给股东，连15年配发出5元以上现金股利，股价在100元以下死不局，都能年年稳领 5% 以上的股利。这种好公司是值得我们力挺的。有看零成本存股系列的朋友都知道，我常常提进可攻退可守。为什么要考虑防守？倘若您是需要稳定现金流的，股利就是现金流的重要来源。倘若股价长期震荡没人关爱，但年年有稳稳的股利收入，我们在生活费用的支应上是很有帮助的。如果只是一昧的进攻，一旦遇到股价没涨的周期时，但股利又不如预期时，这段时间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近年台湾投资朋友特别喜欢高股息，因此推波助澜高股息股的股价，防守偶尔也会起到比进攻更好的效果。我340万存股系列的布局，很幸运的跟上这波浪潮，这2年的表现持续胜过大盘。不过我心中的定见告诉我，只要我们拉长时间轴来看，全指股市值型 ETF 及大盘的表现，时间一拉长，往往还是会超越高股息类型的表现。我们看今年大盘的非常强势表现，已经后来居上了。到今天2024年6月14日，元大台湾50已经涨了 41.24%。观察今年高股息中表现最好的00915，凯基优选高股息30涨幅是 27.6%。虽然非常一样非常亮丽，但能落后市值型 ETF 41%不小幅度。我340万存股账户的投资策略是用股利来支付房贷本金加利息，所以有稳定的股利现金流才是我这个存股账户中最重要的。我在观察一家公司的防守功力，会用长期股利殖利率来评估，只要评估有机会稳定大于 6%， 我就会把它列入值得存股的观察名单。在2023年高殖利率股都开始涨翻天之后，为了降低殖利率的要求目标，在与时俱进的状况之下，我修改设定以 5% 的殖利率标准来评估，用公司能否长期达成 5% 殖利率来筛选，只有符合设定标准的公司，我们才列入存股的观察名单。华固在近5年的获利非常稳定，现金股利配发率落在60%至 70% 左右，股价从2020年到2023年底，整整4年的时间，一路都在盘整，持续买入的机会其实非常的多。由于公司获利状况稳定，设想公司应可维持7元左右水准的股利，拨有 7.7% 的股利现金流，我认为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就在90元这个价位选择买进。在投资一档股票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会计师的财报查核意见，一定要确认会计师查核意见是无保留意见，或者是修正式无保留意见，确认公司财报没有作假风险，才可以安心来投资这家公司。华固是长期稳定获利并可成功配息的公司，财报估计不会有问题。我们重点看一下年报中的会计师审核意见，虽然有加其他事项段落的提醒，但会计师查核仍然是无保留意见，判断公司财报查核正常，没有做假账的疑虑，我们才可以安心的来投资。
我们知道本大利小利不小，人重压10张、100张，获利才会真正可观。我们零成本系列实战分享，重在选股逻辑与存股心法的分享。只要您能融会贯通，可以不断的找到有机会零成本存股的股票，并且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来布局。我们使用进可攻退可守投资策略，确定华固股利政策长期稳定后，准备来存股。我在2023年7月进场布局华固，虽然我们资金分配只能买1张，但我们知道这个部位每年都有7元左右的股利可以领。结果今年3月开奖股利配发 7.5 元，加发股票股利1元。由于配发超出市场的预期，股价就开始起涨了。很幸运的，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华固已经涨到180元以上，不只可以领股利，也赚到了价差。这就是我们认真做功课、眼光正确与耐心等待的回报。布局进可攻退可守的好股票，耐心等待并长期持有，不到1年获得100%的投资绩效，非常满意这部位的投资报酬率。我的零成本投资法做法是，一旦碰上题材发酵，股票上涨1倍，可以考虑选择卖掉一半的持股，拿回投资的成本，继续布局其他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达成零成本投资法的布局。我们成本90元，今天华固最高站上185元，达到涨超100%的涨幅，短暂加入零成本俱乐部。由于我340万存股账户布局以100%完成，暂时不需要特别的进出，加上华固部位也不大，所以暂时不考虑卖出一半华固部位，稳稳用股利帮忙缴房贷。倘若有卖出讯号出现，我再跟各位投资朋友来更新。在超级数字力独孤9件的网站上，可以自动生成这张图表。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A 现金流量，华固2022年现金只有 4%， 加上公司翻桌率小于1，现金水位其实应该要大于 25% 比较安全。但银建股是大幅使用杠杆的获利模式，都是去银行搬钱来盖房子的，所以评估公司短期内出状况几率也不高。毕经营能力，公司翻桌率小于1，代表公司在经营转换金速度较慢。公司算是资本密集的行业，现金水位是特别重要。我们知道，公司可以不赚钱开很久，但只要缺现金发不出薪水，公司就会倒了。我们知道，现金是开公司最重要的部分，所以特别的留意。由于银建业跟一般公司不太一样，所以翻桌率可以放宽心来看待，是以获利能力。华固建设的毛利有 30% 的水准，从毛利来看，加上我们的常识，华固建设盖了蛮多豪宅，做的可以算是一门好生意。从净利率来看，净利率都有 10% 以上，华固获利能力还算是蛮不错的。地财务结构，公司负债率约在 53% 左右，是很正常的财务结构。倘若现金有一些小问题，也还有一些空间可以继续借钱，负债水平控制的还算正常，评估3-5年内不会出现大问题。接着看一下 ROE 都能达标老爸的 15% 标准，投资华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公司愿意照顾股东，获利愿意分享，所以我们愿意成为华固的股东。我们拥有耐心，愿意稳稳领股利，长期持有，领到零成本为止，或者涨1倍卖掉一半拿回成本，赚到这些股票，达成零成本投资的里程碑。倘若存到没有涨1倍的股票，但是公司每年都能稳定配发不错的股利，我们稳稳用股利缴房贷，房贷缴完后还可以继续领，甚至不卖还可以传给下一代，继续领股利。存股就是这么神奇，认真想起来，看出存股部位越来越大，肯定幸福感会加倍的成长。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零成本投资存股系列华固建设的重点分享，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可以让各位投资朋友了解进可攻退可守的选股逻辑，也期待各位投资朋友可以从影片的说明得到一些启发，善用同样的逻辑，找到适合自己存股的股票。我们是慢慢变好越来越频道，期待和各位投资朋友一起共好、成长、进步。我们陪伴着各位，一起迈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最后说明一下免责声明，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操作需小心，请各位投资朋友审慎评估，盈亏自负，投资理财有赚有赔，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我们下期再见。